听到高胆固醇的，哇，大家真的是闻风色变啊。总胆固醇的话，最好是在200以下；高密度胆固醇呢，最好是在以上；低密度胆固醇呢，我们建议在以下。以前有一个旧的观念，就是说，哦，你海鲜呐不应该吃太多，这些观念都被改掉了，因为70%到80%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可以帮助我们产生一些比较好的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我们做一些运动的时候，我们血中会产生一个叫 plasmin 的东西。当我们有太多的胆固醇的时候，这个 plasmin 它会把这些胆固醇清除掉。日行万步可以预防多种的致命疾病。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走会比较好。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听到高胆固醇的，哇，大家真的是闻风色变啊，担心这个高血脂会增加这个血管相关疾病的这个风险。但是最新的医学观念也开始改变了，就是说不能只光看总胆固醇的这个指标，因为呢，胆固醇它还分为高密度脂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脂胆固醇以及三酸甘油脂。那到底什么样子的一个指标？什么样子的一个验血报告才是需要吃药的呢？那我们欢迎吴宏前医师，吴医师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有一个新的胆固醇的这个研究观念，它就是说高的低密度脂胆固醇加上高的高密度脂胆固醇加上低的三酸甘油脂，这个还算是健康的情况。那所以到底什么样子的这些指标，它才是真的需要去吃这个药的呢？大概是这么说好了，就是说，如果是总胆固醇的话，最好是在200以下，这是第一个。然后高密度胆固醇呢，最好是在40以上。对对对。然后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呢，我们建议在130以下。因为这个高密度胆固醇呢，它可以把这些身体里面的一些无用的东西，或是会影响血管的东西呢，它可以把它清除掉。对，所以这个高密度胆固醇一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越高越好。越多越好。对对对，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公式，就是用这个总胆固醇去除以这个高密度胆固醇，所以它其实是越小越好。对，就是说它可以小于5。或是小于4，那就表示你的高密度非常的多，那表示你的把这个废物清除的功力就是最好。对对对，所以我们还要看这个总胆固醇跟这个高密度胆固醇的这个比值。那我们也知道说胆固醇其实75%是人体的肝脏自己制造的，然后25%才是从饮食上面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谈到说血脂要让这个血脂比较减少，大部分都还是从饮食开始。那为什么不是从这个肝脏是75%的这个制造胆固醇的这个肝脏来更改？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说我们这个高胆固醇的东西不要吃太多，所以以前有一个旧的观念就是说你海鲜呐什么这个蛋呐什么你不应该吃太多，这些观念都被改掉了，因为70%到80%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那为什么会去制造这些东西，或是会制造太多的这个三酸甘油脂跟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就是因为身体有一些废物产生。对，那吃了哪一些东西会产生这些废物的？比如说我们吃了太多的这个饱和脂肪酸，比如说像动物油脂类的东西，动物油脂就是像这个牛羊猪的这些油脂太多，叫饱和脂肪酸。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反式脂肪酸。那反式脂肪酸就是比如说植物奶油，就是叫氢化油，很多的蛋糕点。对对对对，糕点上面都有。所以蛋糕啊，这个饼干啊这些你要看一下，如果它有反式脂肪酸，那我们其实尽量还是不要接触，因为这些反式脂肪酸到我们身体里面，它会认为它是一个废物，所以我们身体就会产生很多的胆固醇，要把这些东西给清除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像糖类的啊、淀粉类的太多啊，它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些发炎的一些情形。那这些胆固醇它也会制造出来，所以它是从这个肝脏里面，为了要去清除这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它自己制造出来的。但是这些东西都还是从我们的饮食上面来的。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像反式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动物油脂类的东西都不要吃太多，这样我们自己就不会制造太多的这些胆固醇了。这样子就很明白，就是说，其实还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东西下手，才会让这个肝脏不要制造过多的这个胆固醇。那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像有一些食物可能吃了，它会让我们的血管膜发炎，然后这个也会增加这个胆固醇的发生嘛，对不对？对。那我们有没有说吃什么样子的食物可以增加我们高密度的胆固醇？对，所以我把它整理出来，好像我们的这个初榨的橄榄油。
橄榄油它可以帮助我们产生一些比较好的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那像莓果啦、草莓类的啦，还是这个蓝莓类的东西，它就非常的好。另外一个坚果类也可以产生这个高密度胆固醇。那另外鲑鱼还有酪梨，这个其实 Omega-3 对，它可以帮助清这些。对，它可以帮助我们产生一些高密度的胆固醇。那这样的话，中药是不是也有一些茶饮是可以帮我们就是减掉这些这什么血脂的部分？对，在中药里面这些不正常的代谢物叫做痰湿。对，那我们前几集也帮各位解释过什么叫痰湿，然后这些不正常的代谢物叫痰湿。那这些高密度跟低密度，还有这个三酸甘油脂，它就是痰湿。所以我们拟的一个方子叫做降脂去痰的处方，用当归10克、党参6克、泽泻6克、山楂6克、蒲防6克，然后这个刺五加9克、甘草3克、何首乌9克，然后女贞子6克、决明子6克，然后我们有这些的药呢，用3碗水去煮成8分，然后煮2次，早上喝1碗，下午喝1碗。然后呢，我有很多的病人，其中有一个55岁的男性呢，吃西药6个月以后呢，原来是400-500，结果他降到大概还是250左右。结果他配合这个中药吃了一阵子以后呢，他就降到200以下了。所以这帖药呢，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每天在家里面泡个2次，就一帖药煮2次，早上喝1次，下午喝1次。你有耐心一点点，本来不高的人，光吃这个中药，它就可以降下来。可是你如果本来比较高的，你吃西药以后再搭配这个中药，它其实会降得更漂亮。哇，真好。那就是清这个血管中的血脂，其实做有氧运动也是可以的吧？对，发现就是说，我们做一些运动的时候，我们血中会产生一个叫 plasmin 的东西。这个 plasmin 叫做蛋白纤维溶解酶。那我们的血管，比如说，当我们有太多的胆固醇的时候，这个 plasmin 它会把这些胆固醇它给清除掉。另外一个，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当我们的血管纤维化的时候，它可以把这个纤维化的物质呢给清除掉。所以我们的血管的弹性会增加，那我们的血液循环会变好，所以也比较可以预防这个中风还有这个心肌梗塞的这个机会。所以像我自己本身是研究高血压的，所以我其实我在开中药给他的以后，我只叫他配合做2个，一个就是睡眠充足，一个就是运动。因为运动本身就可以清掉血管中的这些脏东西，然后又可以降血压，然后又可以把胆固醇清掉，然后又可以帮助血管的弹性。那医生有没有讲到，就是说我们说做这个有氧运动大概是什么样子程度的有氧运动，其实就已经是有帮助的？以前卫生署是说1个礼拜至少要3次啦，其实我们建议到5次更好，5次以上更好，多一点次数。那一般是说一个礼拜至少要150分钟以上啦。那所以你至少每次都要30分钟以上，1个礼拜要做5天。对，而且他在运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快走，或是一个慢跑，对，然后当他心跳可能要大于120或是130以上，比如说我们在跑步的时候，然后在讲话的时候产生一点点喘的情形，这样的运动量才会够，才会产生这个 plasmin 的这个东西。医生的这个讲法跟我们之前在学运动是一样的，就是说一般的人大概也是1个礼拜5天，一次30分钟，所以1个礼拜就是150分钟，然后做这种中等强度，就是刚刚医生说的，就是他可以一边做，还可以一边讲话，有一点点微微喘的情况，这样子就已经是很好的一个运动方式了。好啊，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医师告诉我们怎么样，就是碰到这个胆固醇的指数不要太紧张哦，大家从日常生活的饮食、运动调起，也是就是有一些帮助的。好，谢谢医师，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胆固醇，其实心血管疾病呢，有氧运动是最好的，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有氧运动其中的这种健走方法，应该怎么样走会比较好。早先呢，有一些研究发现呢，日行万步可以预防多种的致命疾病，那包含了心脏病心力衰竭、中风等心血管疾病以外呢，其实有13种癌症的死亡风险也会因为健走而降低。但是真的一天要走1万步吗？或许大家也有听到医生说，一天要走8000步，对不对？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呢，艾明利等专家，他们研究了71.6万名老年妇女走路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死亡率。在4.3年的这个访谈这个期间呢，平均他们发现每天走4000步的这个女性，她的死亡风险呢明显降低于每天只走2700步的人。至于说，如果走路超过每天4400步的人呢，他也会随着每天走路的步数增加，他的死亡率它会逐渐的递减。但是呢，一直到每天如果走7500步的以后呢，死亡率它就开始趋于平稳了。也就是说，它并不会因为你超过了7500度，它的死亡率又会再明显的下降。所以呢，其实在这个研究里面呢，差不多就是7500度左右。那运动有一种方法叫做间歇性运动，就是透过快慢快这样子的一个节奏，让身体在走路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点点的微微出汗，那它就可以增加这个心跳的这个速度了。那同时呢，它也可以增加身体承受负荷的这个能力，借此来提升那个肌力的强度。所以如果你在健走的时候呢，你是用那种散步的方式在健走的话呢，那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另外，在日本信州大学学术研究院医学系的这边也有一位博士呢，他推广了一种方法，叫做间歇式的健走法。他的方法就是，第一个，你必须要迈大步，他的步伐呢必须要比我们一般走路再多的大概3到5个厘米。那第二个呢，就是3分钟的快走，3分钟的慢走为一组，所以呢，平均大概一天要走个5组，那一周呢要走个4组。这是他推广的间歇式的一种健走法。那另外，在台湾屏东科技大学呢，有一个休闲运动健康学系的教授呢，他也提出了另外一个间歇式的健走法，它是以1:3的比例，30秒钟的慢跑，然后再来就是缓慢的散步1.5分钟，或者是1:2的比例，也就是说30秒钟的快走，1分钟的散步慢走。那也有另外一个比例方式是1:1的，就是30秒快走，30秒慢走。这3种不同的间歇式的健走方式呢，其实它都可以让你的心跳速度增加。那健走的时候呢，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健走的时候，你的身体要尽量的拉直；第二个就是你的眼睛要注视着前方，而且这个头要保持正直；第三个就是肩膀呢不要端肩，要往下放，然后也不要驼背。那记得在走路的时候呢，就是要缩小腹。那缩小腹呢，其实也可以顺便练练我们的小腹啦。那这样子的话，它的这个下背部呢就会比较平，就不会有骨盆前倾，因为常常不缩小腹的人就很容易有骨盆前倾的情况。所以如果说我们有缩小腹的话呢，自然你的骨盆就不会前倾的。那第5个就是你的手呢要自然的摆动，千万不要摆超过肩膀。当然大家不会这样走啦。有些人真的会这样走，会故意这样走，但是不用。我们一般健走的时候的大概维持的这个手的幅度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好了。然后呢，他是认为这个步伐呢不需要特意变大，就是以一般你自己觉得舒适的步伐为主就好，并不一定要故意跨这种大步。然后再来就是第7个呢，它其实跟这个脚底是非常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脚在走的过程当中呢，一定是脚跟先着地到脚掌，然后到脚趾头，然后用力推离开地面。这是一个最完整的绞盘机制。如果说像这样子的机制你没有办法好好走的话呢，其实很容易会造成足底筋膜的这个受伤。不管你是用哪一种间歇方式的这个走法，其实我觉得运动的姿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很多的运动伤害呢，其实都是来自于不正确的姿势。那只是说我们平常没有在用的时候，你就不会特别觉得这些错误姿势会伤害到自己。但是如果说你加上了运动的力量的时候呢，这个受伤呢就很容易就会产生了。所以我现在呢在跟这个中国古典舞老师 Rocky 呢，我们有一个古典舞的健身学院，其实呢有一堂课就是要教大家如何矫正回正确的姿势，包含了坐姿跟站姿。那当然在这堂课里面呢，还有很多是透过中国古典舞的声韵，还有基本的运动技巧来帮助大家改善身体酸痛的地方。那这样子的方式呢，它其实是不太同于西方健身的另一种模式，而且会比较贴近东方养生的健身概念。那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上我们健康养成记的 Facebook， 然后看我们的开课讯息。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下次再见喽，拜拜。